水培概论。水培系统的类型。水培系统共有下面6种类型：灯芯系统、深水培育 （DWC）、营养膜技术 （NFT）、烟灌法、气培、滴灌系统。1、水培灯芯系统，这就是所谓的被动水培法。这意味着您不需要任何气泵或水泵即可使用它。迄今为止，灯芯系统是最简单的水培系统。营养物质和水通过灯芯进入植物的根部，而灯芯通常就像绳子或簪子一样简单。灯芯系统非常适合不需要大量水分或养分的小型植物。大型植物可能很难通过简单的灯芯系统获得足够的水分。灯芯系统的好处：如果设置正确，可以真正放手不管，非常适合小型植物、初学者园丁和儿童。灯芯系统的缺点：不适合大型植物。不正确的灯芯放置或材料可能造成植物死亡。2、深水培育 （DWC） 系统。水培系统是所有主动水培系统中最简单的系统。盛放植物的平台通常是由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成，并直接漂浮在营养液上。气泵向气室供应空气，使营养溶液起泡，并向植物的根部供应氧气。深水培育系统如何工作？在深水培育系统中，您使用水库来保存营养液。植物的根部悬浮在该溶液中，因此它们可以持续供应水、氧气和养分。要集水充氧，请使用带有气石的气泵将气泡泵入营养液，这可以防止您的根部淹没在水中。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但是对于许多初学者来说，它可能，而且确实，发生在水培者身上。深水培育的好处：非常便宜，易于在家中制作。维护成本极低，再循环，减少浪费的投入。深水培育的坏处：不适用于大型工厂，不适用于长生长期的植物。营养膜技术 （NFT) 系统。营养膜技术系统，植物生长在具有营养液的通道中，并不断沿住通道底部运行。当溶液到达通道末端时，它滴回到主容器中，然后再次送回到系统的开头。就像深水养殖一样，这使其成为再循环系统。与深水培育不同，您的植物根系并未完全淹没在 NFT 系统的薄膜中。使用网罐和生长培养基将植物放置在这些通道中，并且可以1对1替换或收获植物。营养膜技术的好处：需要最少的生长培养基。循环系统意味着更少的浪费。营养膜技术的缺点：任何形式的泵浦故障都可能完全破坏您的农作物，根可能会长满并堵塞渠道。4、烟灌法排水系统。烟灌法系统也称为淹水和排水系统，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系统，但是它们仍然非常有效，根据您的情况可能是最佳选择。通常使用与计时器连接的潜水泵来执行此操作。
与前两个水利系统不同，烟灌系统不会使植物的根部始终处于营养液中。相反，您可以在装有生长培养基的托盘中培养。每天将托盘与营养液淹没几次，具体取决于以下因素：你的植物大小、您植物的需水量、气温、您的植物处于生长周期的哪个位置。通过使用托盘下方的储水器、水泵和计时器来计划水浸周期，可以完成水浸。托盘充满后，重力将溶液向下排回储液罐，并在其中被气泵和计时充氧。它在那里等待下一个淹水周期。淹灌法的好处：有效利用水和能源，高度可定制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。淹灌法的缺点：如果环境条件不佳或泵或计时器出现故障，则根部可能很快变干。使用大量生长培养基。5. 气培系统。气培系统是您可以建造的最高科技水耕设施，但是，一旦您了解了它们的工作原理，它们并没有那么复杂。气培系统。气培系统类似于 NFT 系统，其根部大部分悬挂在空气中。不同之处在于，气培系统通过不断地用营养液雾化根部区域，而不是沿住通道运行营养液薄膜，来实现这一目标。一些种植者喜欢像淹灌法系统那样在一个周期上进行除雾，但是周期要短得多，通常在每次除雾之间只等待几分钟。还可以连续雾化，并使用更细的喷雾器以确保更多的氧气进入根部区域。气培系统已显示出比某些较简单的系统，例如深水养殖，更快地生长植物，但是尚未在所有情况下都证明是正确的。如果要尝试使用该系统，则需要专门的喷嘴来雾化营养液。气培的好处：根系通常比淹没根系暴露于更多的氧气。气培的缺点：高压喷嘴可能会失效，根部可能变干，不像其他方法便宜或容易设置。6. 滴灌系统。6. 滴灌系统。滴灌系统在商业运营中极为常见，而在休闲花园中则较少见。这是因为它们易于大规模操作，但对于较小的花园来说是矫枉过正。无论如何，它们是您应该考虑的水培生长的好方法。滴灌系统的好处：对喂养和浇水时间表的高度控制，破裂的可能性较小，相对便宜。滴灌系统的缺点：对于较小的花园可能会过分。如果使用循环系统， pH 值和营养水平会波动；如果使用废物系统，会有许多废物。这些只是水耕的基本模式，混合的模式有无限的可能。在实务上，我们可以设计特殊的模式以符合我们的需要。